登月时，在月球上发现了60年前宇航员的尸体。有什么东西冒充他回到了地球？下一秒，通讯视频被掐断。等回到地球后，他却彻底疯了，整日说着听不懂的话。他们一直都存在，人类只是被流放的罪人。姐姐从月球回来后，她变得越来越不对劲了。刚见到她的时候，只是觉得她有些憔悴，可回家后，她好像不认识我了。准确来说，她能认出我是谁，只是她看我的眼神让我觉得很陌生。在之后，姐姐的症状愈发变得严重，不仅开始胡言乱语，还常常在半夜突然醒来，站在窗边呆呆地望着月亮，那眼神就好像月亮上藏着什么让她极度恐惧的异类。之后的某一天，她就彻底失踪了，至今杳无音信。为了寻找姐姐，同样作为宇航员的我，曾仔细查看过姐姐在太空的行动记录，发现她登月后还去过一个任务以外的位置坐标，也就是在她去过那里后，登月任务提早结束，甚至连下一次的登月计划也被无限期推迟。回想起姐姐种种反常的表现，我深知姐姐肯定是在月球上发现了什么惊天秘密。可我用了很多方法，始终没能找到姐姐，甚至也打探不到那具尸体的信息。直到有一天，我收到了王教授寄来的录像带，他是整个登月计划的负责人。可这个时候他送来录像带又是什么意思？难道里面装着姐姐失踪的真相？我忐忑地将录像带放入播放设备，屏幕先是闪过一阵雪花般的造景，随后画面逐渐清晰起来。画面中呈现出的是月球上那片荒芜的景象，我瞬间就认出这是姐姐登月时的录像，上面完整地记录了姐姐登月后执行的任务。但很快视频中显示，姐姐在月球上收到了一串求救信号，其来源指向一个未知区域。我顿时冷汗直冒，明明此次登月只有姐姐一人，又会是谁发来的求救信号？视频里的姐姐也同样困惑。经过向地球指挥中心请示后，她朝着那个未知区域进发。没走多远，地面上出现了一排怪异的痕迹，我仔细分辨了一下，那绝对不是人类的脚印。脚掌的前端有4根脚趾，后方还有一个细长的拖痕。顿时我意识到，姐姐发疯或许就是因为遭遇了外星生物。可随着视频继续播放，我愈发觉得后背发凉，那脚印的路线竟与求救信号的方向完全重合。最终，姐姐找到了求救信号的源头，竟是来自60年前登月宇航员的尸体。可紧接着，画面一阵模糊，视频突然中断，我呆愣在沙发上，不明白王教授的意思。直到我反复的观察录像，才发现，在姐姐记录的视频画面中，宇航服的头盔上竟有一个红色的反光点。这时候我才想起姐姐登月前，我曾交给过她一个微型摄像机，我希望她能将这次登月的场景记录下来，留作纪念。姐姐当时也答应下来，所以那个红色的反光就是那个摄像机造成的。可姐姐又会把它放在哪里？她返回地球这段时间从没离开过家，所以那个东西肯定还在家里。根据姐姐以往的习惯，我在翻找了窗边的几颗盆栽后，果然找到了微型摄像机。随后我立刻带着他找到王教授，可让我没想到的是，姐姐竟然就在他们这里。但他却解释并不是有意关着姐姐，而是他在月球上的发现已经超过了人类的认知，真相远不是我们能够承受的。而且月球上的生物很可能已经潜入了地球，虽然不知道他来到地球的目的，但绝不能放任不管。我们将太空中发现的尸体带回来检验，却发现他的 DNA 和60年前的宇航员一模一样。所以你们怀疑我姐姐也已经被外星生物替代了？我们检查过你姐姐的身体，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。而且王教授还表示，他们找到姐姐就是想搞清楚在月球上到底发生了什么。因为在姐姐发现那具尸体后，她便跟随着脚印进入了一个山洞，而后所有的通讯全部中断，并且后续的视频也再没有传输回来。而他让我知道这些事，也是希望找到姐姐留下的东西。我深知他们要找寻的就是那个微型摄像机，但现在我要先确保姐姐的安全。王教授也看出了我的意图，在他的带领下，我见到了姐姐。她此刻正穿着病号服被隔离在一间病房，透过巨大的玻璃，我看到姐姐双目无神，在房间里不停地踱步，嘴里还一直在喃喃着什么。王教授表示，也许只有知道姐姐在月球上看到了什么，才有可能让她恢复正常。于是我便将微型摄像机交给了她。很快，录像内容开始播放，画面在一阵晃动后逐渐清晰起来。映入眼帘的是一处山洞，里面一片漆黑，但诡异的是，明明日照充足，可太阳的光线却好像被山洞吞噬了一样。姐姐在呼叫指挥中心后走了进去，可进入洞穴的瞬间，姐姐身上的所有装置都开始剧烈闪烁，通讯器里传出一阵嘈杂的电流声，随后便陷入了一片死寂。下一秒，姐姐已经身处在一处狭窄的隧道中，隧道的墙壁呈现出一种金属般的光泽。姐姐想离开这里，可身后却没有退路，她只能顺着隧道继续向前。她的脚步有些踉跄，虽然她努力尝试让自己冷静下来，可通过摄像头录制的声音，依旧能清晰地听到她那紧张的喘息声。姐姐不知道在这条隧道走了多久，终于来到了尽头。那是一个巨大的空间，墙壁上刻满了壁画和文字。跟随着镜头，我慢慢地看懂了壁画的含义。
其实上面就记载着人类的起源。原本的人类来自一个更高维度的文明，可因为一场战争，人类被流放到了地球。为了不让人类回到原本的星系，其他文明用氧气禁锢住了人类，同时还在月球留下了一个所谓的外星人，负责监视人类的一举一动。但让高等文明意外的是，人类在无尽的迁移中似乎遗忘了过去，内部的争斗越发严重，文明的进步也十分的缓慢。停留在月球上的外星文明认为，人类不可能再回到那辉煌的时刻，那个所谓的外星人便陷入了沉睡。我意识到，也许就是60年前登月的宇航员唤醒了那个外星人，他为了解人类的发展，从而冒充他回到了地球。很快视频也在壁画的尽头戛然而止。我们被眼前的画面震惊得说不出话，过了许久，王教授才开口：也许从古至今，人们一直对星空的向往，只是想回到他们来时的地方。如果有人拿了你老公的电话，说他已经死了，随后又打来了视频电话，你会接吗？那晚我肚子隐隐作痛，到卫生间才发现自己到日子了，但家里没有多余的存货，我便让门外在打游戏的男友帮我去买卫生巾。他应了一声便直接出门了，可是等了很久他都没回来，看了眼时间，已经是半夜了。我不免有些担心，便给他发了个消息过去：怎么还不回来啊？男友很快便回复：你在哪？看到消息的内容我有些困惑，因为这根本不像是男友的语气。你是？他手机在我这儿呢。你是住在马吉小区吗？能说下具体位置吗？我这就给你送过来。看着消息内容，想到男友确实丢三落四，估计是把手机弄丢了。为了确定事情的真实性，我给男友备用机打了电话，可打过去发现一直没人接，但我还是担心对方是坏人，便警惕地给他回复了消息。他现在我联系不上，稍微晚点我再与您联系。不用了。面对这3个字，我有些疑惑，难道对方生气了吗？他再也用不上手机了？什么鬼？这句话让我有些慌神，接着对方的一句话让我突然手脚冰凉，脸色骤变。他已经死了。我还来不及深想，对方直接就给我发来了视频电话，我彻底慌了神，手指开始不停颤抖，却始终不敢按接听键。对方的一系列举动都透露着反常。视频电话再次打来时，我直接挂断。对方见我不接视频，就拼命地给我打电话。此刻我忐忑不安的心跳得越来越快，不敢再往下想了，只能不停地联系男友的另一部手机，祈祷着他能平安。就在我绝望的快要流下眼泪时，另一部手机突然给我发来了消息：我到了。我脑子突然嗡的一下，是谁到了？是男友到了家门口，还是电话那头的人找到了我？我缓了一会儿，出于担心，我还是决定去门口看一眼。我小心翼翼地踢掉了鞋子，光着脚挪到了门口，随后朝着猫眼望去，可昏暗的走廊外面却一个人都没有。突然，半张脸从旁侧伸了过来，目光直勾勾地盯着我，我的冷汗唰地冒了出来，倒吸了一口凉气，直接跌倒在地上。我捂住嘴巴，不敢发出一点声音，不停地往屋子里挪。怎么不开门？我到家门口了。此刻我的手冰凉冰凉的，基本确定门口的人就是给我发消息的人。想到这里，我更加恐惧，紧紧咬住嘴唇。没过一会儿，门外就传来了急促的敲门声，我的心又一次提到了嗓子眼儿。婷婷，开门，是我。竟然是男友的声音。我挣扎着从地上坐起来，冲向门口，可当我碰到门把手时，我又犹豫了。这不会又是坏人的诡计吧？我猛地把手抽出来，壮着胆子看向猫眼儿。当我看清男友的脸后，激动得差点跳起来。我赶紧打开门，警惕地四下瞧瞧，然后快速将他拉进屋子，果断反锁了门。你怎么了？男友一脸不解。我用力搂住男友的脖子，带着哭腔讲述了刚才发生的惊险一幕。他这才意识到自己的手机丢了。怪不得一直有人在给我的手机打电话呢，接了电话又不说话，我觉得很奇怪，后来干脆把手机给静音了。刚才还有一个人一直在鬼鬼祟祟的在门口徘徊，看到我从电梯里面出来，就神色慌张的离开了。经过我俩的分析，男友因为怕麻烦，所以他的手机密码一直设置的4个0，这才让那个坏人直接破解了。至于手机是被偷的还是丢了，就不得而知了。随后我们商量着说，如果这个人再打电话或者发消息来就报警。可是等了许久，那边与我们再也没有了联系。想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我们干脆在隔天补了一张卡。丢的手机也是老款的，正好换一台新的，也没必要再去找了。本以为事情已经结束了，可几天后，小区业主群里的一条通知再次让我们紧张了起来。大致的意思就是提醒女性业主夜间出行注意人身安全，因为最近有不少女性业主反映自己被陌生男人尾随的情况，有的家里门把锁被拧，还有的是被人狂按密码锁。随后小区群里又描述了那个人的体貌特征。读完这些内容后，我的手心儿全是汗。男友若有所思地告诉我，那晚看到的应该就是他。难道从那晚开始，他就一直徘徊在小区里，对女性伺机下手？这样想着，我的鸡皮疙瘩又冒了出来。从那之后，我们就匆忙搬了家，后来的事情就不太清楚了。
所以大家也一定要留个心眼，我们的手机密码不要设得太简单，不要给坏人有任何可乘之机。你真的有仔细看过自己的照片吗？奇怪了，我发现最近对面总有一个人往我家里望，还时不时冲我这边招手。他不会是变态吧？因为加班太晚，我刚回到家就收到了闺蜜的消息。她这个人一直大大咧咧的，我真担心她会出什么事。我立马甩了个视频过去，看到闺蜜嬉皮笑脸的表情，我顿时没了好气。你没开玩笑吧？到底咋回事啊？她看到我的表情很严肃，顿时也收敛了起来。随后便仔细与我说了一遍经过。这几天她每次准备拉窗帘的时候，都会看到对面阳台上站着一个奇怪的男人，而今天那个男人甚至还朝她挥了挥手，嘴里似乎还在嘀咕着什么。但也有可能是我想多了。是确实有点奇怪，那个人还在那吗？应该吧，我给你看一眼啊。顺着镜头的翻转，画面最终锁定在了闺蜜所说的阳台，可阳台上并没有人。哎，他不在那儿。我皱了皱眉，安慰着她可能确实是想多了。然而就在这时，闺蜜家的门突然被敲响了。敲门的声音很响，听得心里直发毛。闺蜜显然也被吓到了，脸色铁青的愣在了原地。有人吗？我是住你对面楼的，有事情找你。一个沙哑的声音透着门缝传了进来，我的心也被揪了起来，赶忙提醒闺蜜千万不要开门。听到我的话，闺蜜好像也缓了回来，壮着胆子对门外喊：别敲了，我根本不认识你，我已经报警了。听到闺蜜的话，门口瞬间安静了下来，没过一会儿便响起了脚步声。他应该被吓走了吧？闺蜜小声的跟我说：真是什么人都有，你晚上别出门啊，再有人敲门你就直接报警。看着闺蜜似乎还心有余悸，我又陪她多聊了会儿，才挂断了电话。但不懂为什么，我隐约还是觉得不安。隔天晚上，闺蜜发来了一张自拍照。叶子，你给我买的耳钉到了，你看好看吗？我顺手点开了照片，是她站在客厅对着自己拍的。这款是真不错，果然我的眼光好。刚回复完她，我鬼使神差的又打开了她发来的照片，想再仔细放大看一下。可这一看，我顿时汗毛直立，因为就在她耳朵后面的窗帘边缘，赫然露出了半张脸，那轮廓明显是一个男人。我咽了咽口水，心如擂鼓，不停地想着接下来应该怎么办。我并不敢直接打电话给闺蜜，因为我怕告诉她，她一个女生必定会惊慌，万一被屋里的男人察觉到了，跑都来不及。想了想，我发了个消息给她：我刚好路过你的小区门口，东西有点多，你下来接我一下。我捏紧手机，相信自己这样说，她一定会立刻出门。果不其然，哇，你等等，我现在就下楼。闺蜜兴奋的语音发了过来，我顿时松了口气，紧接着我就打了报警电话。在说明情况之后，我便赶紧往她那边赶去。上了车，我又给闺蜜拨了个视频电话，看到她视频的背景已经在楼下，我刚想松口气，却发现她后面有一个戴着帽子的男人从楼洞里快速走了出来，想说出口的话顿时卡在了嗓子眼。你走快点，先去门卫，我马上就到了。一直等到她走到门卫处，我才彻底松了口气，把刚才的事跟她讲了一遍。只见闺蜜的脸肉眼可见的发白，吓得浑身发抖。直到警察来了以后，调取了相关的监控，才发现那个男人早在几天前就已经进了小区里，一直没有出来过。后与周围邻居了解情况，原来对面楼的大哥一早就发现窗帘后的异常，但又不确定，所以才上门想来跟闺蜜确认。直到警察抓到了那个男的，才知道他竟然早几天前就从闺蜜晚上忘锁的窗户上翻了进来，甚至病态似的和闺蜜同住一个屋子里。所以独居的女孩，请一定要保护好自己，睡觉之前一定要检查好门窗。我居然被绑架了！手脚传来的疼痛感让我突然清醒了过来，我发现自己正身处于一个陌生的房间，又臭又脏，斑驳泛黄的墙面上有许多暗红色的血迹。我吞了吞口水，下意识的想要站起来逃跑，却发现我的手脚都被绳子死死的捆住，而这一切都是因为那一片卫生巾。哎呦喂，快看看这个小瞎子，大姨妈来了！要不要我帮帮你？其中一个男人不怀好意，满脸狞笑的去扯盲女的裙子，盲女无助极了，不停的闪躲，因为身体的缺陷，好几次差点跌倒，嘴上不停的哀求着：别碰我，别碰我！这一幕让我怒火中烧，冲过去打掉了男人拉着盲女的手，站在了盲女身前。你们干什么？光天化日欺负一个小姑娘，还要不要脸？听到我的声音，盲女摸索着握住了我的胳膊，手心中全是冷汗。看着她惊慌失措的样子，我心生怜悯，恶狠狠地盯着那两个恶心的男人。你们再不走，我就报警了！我举起了手中的手机，两人不服气的冷哼一声，随即便转头离开了。姐姐，你能带我去卫生间换个卫生巾吗？我没带。盲女似乎意识到了自己已经安全，带着哭腔说道：别怕，我带你去。我扶着盲女向卫生间走去，盲女紧紧拽着我的手，生怕我会反悔一般。姐姐，你真是个好人。走进卫生间，我赶忙把包里的备用卫生巾递给了她。还愣着做什么？赶紧去换了。
可是下一秒，盲女突然摘掉了眼镜，一脸诡异的瞪着眼睛看着我，眼里充满了戏谑和鄙夷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下意识的想转身逃跑，可刚走到门口，一条麻袋从天而降，紧接着我便失去了意识。我咽了口口水，惊慌地看向了四周，却发现周围还聚着好几个人，他们全都被绑着，表情漠然又带着些许绝望。就在这时，一个男人朝我走了过来，我拼命地冲他喊道：“你知不知道囚禁是犯法的？赶紧把我放了！”男人怪异地看了我一眼，抬手就是一耳光。抓回来的这些人属你最聒噪，一会儿就割了你的舌头。他的话音刚落，周围传来了一阵细微的惊呼，还有低气声。我被打得头晕目眩，心里怕得要死，不敢再和他硬碰硬，只能放低姿态祈求说：“放过我吧，求求你了！”闭嘴！男人再次扬起了胳膊，我认怂的闭紧了嘴巴。男人见我瑟瑟发抖，狠狠地啐了一口，扬长而去。走了几步，他猛地停下来，对着房间里的人发狠：“别耍花花肠子啊，要不然有你们好看！”房间里的人满脸惊恐，身体下意识地往后挪，仿佛面对的不是人，而是魔鬼。男人离开后，我紧紧抱着自己哭泣着。唉，旁边传来了一声叹息：“进来了这个地方，就别再想着出去了。”我抬眼望去，一个满脸灰色的中年女人压低声音说：“你们都是被拐来的吗？”大家不约而同地点了点头。我也是因为好心帮孕妇拎东西，结果被骗了。中年女人愤愤不平：“有个大爷跌倒了，我好心扶了一把，结果被他子女碰瓷儿，非得要去医院。我刚上车就被打晕了。”我吓得脸色煞白，牙齿不停地打颤。他们要把我们送去哪里？年轻一点的送去缅甸诈骗，上了年纪的打断手脚，割了舌头，做乞丐行骗。中年女人的话让我头皮一阵阵发麻，这个鬼地方太恐怖了，不行，我一定要离开。我们得逃出去，不能在这里坐以待毙。我颤抖着说完，便挣扎着站了起来，费力挪到了门边，用力地压下了门把手，可是门怎么也打不开。你想出去吗？一道戏谑的声音从身后传来，我吓得愣在了原地，余光瞟向了身侧，只见一个男人面目狰狞地看着我，咚的一声，我被他重重地摔在了墙角。既然你这么不听话，那下一个就是你了。我眼神恍惚，突然感觉头皮一麻，他拽着我的头发便往外走去，我满脸泪水不停地小声求饶。一阵砸门声传了过来，我感觉到头皮一松，随即倒在了地上。恍惚间，我看到了一群人出现在了我的面前。不许动！不许动！举起手来！善良是美好的品质，但不是坏人伤害你的帮凶。你可以善良，但要带着锋芒。师傅，您之前上楼出电梯的时候，有看到什么东西吗？凌晨2点，我被手机铃声吵醒，是一个陌生的号码打来的。是开锁师傅吗？我家的房门打不开了，能帮我开一下锁吗？电话里是一个女人焦急的声音，我让对方不要着急，然后询问了女人的住址和门锁的相关信息。挂断电话后，我迅速起床，穿好了工作服，一切准备妥当之后，我提上工具包就出了门。现在我们这一行的生意越来越难做，但好在麻吉花园是个老小区，比较容易下手。为了拓展生意，我不得不自己创造客户，提前在住户的门锁上做手脚。说起来其实很简单，就是将一根牙签从锁孔里插进去，然后将牙签掰断，只留肩部的一小节在锁孔里。这样一来，钥匙就不能完全插进底部，门锁自然也就打不开了。业主不知这其中的门道，大部分人会选择用力转动钥匙，然后就会导致更加严重的情况出现。到了这个时候，也就轮到我这个开锁匠出场了。我不仅给人开锁，还会忽悠客户更换锁芯，这样我就可以赚得更多，达到利益最大化。当然，选择目标也是有技巧的，我通常都是隔层选目标，一层只选一个目标，这样才不会让住户起疑心。不仅如此，我还会细心的把除我之外的所有同行广告全部去除，只留下自己一个，不但可以保证客流，也能保证我提前做的手脚不被发现。自从用了这个方法，我便拥有了源源不断的客户，像今天这样半夜接单也不是头一次，毕竟总会有早出晚归的人。很快我便到了4号楼的楼下，我进入电梯，直接按下了14楼。等我来到楼上时，我看到1404号房的门前蹲着一个女人，见有人来，女人赶紧起身向我询问：“是开锁师傅吗？”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，我感觉女人的声音似乎有些颤抖。我点头回复：“是的，刚刚是您给我打的电话吧？”对的，也不知道怎么搞的，我这门打不开了。刚刚我用力过猛，钥匙已经断在里面了。女人说完，
指了指门上的锁孔，锁孔里果然卡着半截钥匙。您这个应该是锁芯老化所致，需要更换锁芯。说着，我向女人出示了我的相关营业证明，然后按照规定向女人核实了身份信息，可以确定是这间房子的户主。严格来说，现场还需要有第三方证明人的存在，比如物业或者邻居，但由于时间太晚不方便，现实中有些规矩一般能省就省了。在做完开锁登记之后，我从包里拿出工具，正式开始了我的工作。我刚开始忙活，女人突然问了我一句：“师傅，大概需要多久能把门打开？”我一边工作一边回复她：“差不多10来分钟吧。”能快点吗？我看了一眼女人，发现她的眼神似乎有些飘忽不定。女人好像在有意无意地朝我身后的某个方向看着什么，我随即也朝那个方向瞥了一眼，可我只看到了一条昏暗而又空荡荡的楼道。我皱着眉头对女人说：“您这锁很不好开嘞，我尽量快些吧。”其实像这样的锁，一眨眼的功夫我就能打开，但我需要尽量把时间拖得久一点，要不然客户会觉得我这钱也挣得太容易了些。他们在掏钱的时候会很不乐意的，因为之前吃过这方面的亏。所以在那之后，不管是多么容易开的锁，不管客户有多着急，我好歹也要拖够10分钟才给人打开。我算是整明白了，开锁不仅需要技术，还需要演技。10分钟后，我终于把门给打开了，接着我还给客户换了一个锁芯。至于那个旧的锁芯，其实压根儿就没坏，等我回收回去，下次又可以换给别的客户，这就叫一本万利。我总共收了客户100，刚接过钱，女人便走进屋里把门带上了。可就在门刚要关上的时候，门却突然停住了。女人站在屋里，透过门缝压低了声音问了我一个问题：“师傅，您之前上楼出电梯的时候，有看到什么东西吗？”女人说着用手指了指我身后的楼道。我听后一愣，立刻回头再次看向了那条昏暗的楼道。女人继续说：“我指的是电梯门正对面的楼梯口里。”我随即望去，在楼道的左侧确实有一条通往楼上楼下的消防楼梯，而楼梯口正好在电梯门的对面。在我此刻所站的位置，只能勉强看到进入楼梯口的门洞，门洞里一片漆黑，什么也看不到。我不明白女人的话究竟想表达什么意思。之前我急着给您开锁，出了电梯就直接左拐与您碰面了，没怎么留意楼梯口里有什么。您有没有看到一个白森森的人影，就站在楼梯口里？我听后瞬间感觉全身一阵发毛。白色人影，楼梯口里。女人连连点头。那是一个身穿白色长裙、披头散发的女人，她的脸完全被头发遮住了，就这么面朝电梯门站着，动都不动一下。女人的话让我感到一阵毛骨悚然，但眼下这个情况，我也不得不走过去确认一下，因为我马上离开就要路过那里。我故意用力咳嗽了一声，声控灯应声而亮，我壮着胆子慢慢地走了过去。女人继续躲在屋里，透过门缝看着楼道里的情形。中途我回过头来看了一眼门缝里的女人，由于门缝很窄，透过门缝我只能看见女人的半张脸，她耳旁垂下来的长发遮住了她的半只眼睛。老实说，这个画面让我有种莫名的恐惧。等我刚要来到楼梯口的时候，声控灯由于时间到刚好自动熄灭了，我不由得浑身一颤，赶紧用力跺了一下地面。声控灯再次亮起，我终于看清了门洞里的情形。救命！救命！我赶紧用力跺了一下地面。声控灯再次亮起，我终于看清了门洞里的情形。门洞里就是一条通往楼上楼下的消防楼梯，根本什么人都没有。突然，身后传来一阵嘈杂的响动，紧接着咔嚓一声，我回头一看，女人已经将房门关上了。我长吁了一口气，看来是虚惊一场，定了定神，准备收拾家伙赶紧走人。可就在这时，我忽然发现更换了锁芯后的新钥匙还没来得及交给1404号房的客户，真是被刚才的事给整迷糊了。我赶紧敲响了那女人的房门，可一连敲了好几下都没有任何的回应。我有些纳闷儿，那女人才刚关上门，她不可能没听到敲门声的。回想起之前女人的异常反应，她或许真的是被吓着了。我甚至可以想象，屋里的女人此刻可能就站在门前，透过猫眼看着我。我只好一边敲门一边解释，只是想把新钥匙交给她。可屋内依旧没有任何回应。见敲门无果，我只好又掏出手机给女人打电话。我从通话记录里找到了女人的电话号码，电话刚拨通，我就听到了对方的手机铃声。可让我怎么也没想到的是，手机铃声并非来自屋里，而是来自我的身后。我立刻回头，发现手机铃声正是从楼梯口的那个门洞里传来的。这怎么可能？那女人明明已经进屋里去了，可手机铃声为何会在楼梯那里响起？铃声持续传来，清脆响亮，显得格外刺耳，在这寂静的楼道里犹如鬼魅一般回荡不绝。楼梯口门洞里的声控灯也随之再次亮起，我循着声音又来到了楼梯口。这次我壮着胆子开了门，然而在推门的瞬间发出了咣当一声，好像是碰到了什么东西。我探出头向左侧望去，突然一道白色的人影从左侧飘了过来。
我整个人都吓得瘫坐到了地上。只见一具身穿白色长裙的女尸吊在半空中，披散着头发，看上去有些娇小，长发挡住了她半张脸，脚上的鞋也掉了半只。更令我浑身发抖的是，那手机铃声依旧在继续响着，而发出声响的手机此刻就在女尸的包里。这一刻，我脑子里一片空白，赶忙爬出了楼道。楼梯间里的女尸是谁？她为何会死在这里？是谁杀了她？更匪夷所思的是，那不曾向我打开所求助电话的手机，为何会在这具女尸的身上？莫非之前给我打电话求助开锁的，其实是这具女尸？这怎么可能？难道死在楼梯间的女人才是1404号的业主吗？这一刻我什么都顾不上了，我只想赶紧的离开这里。我慌乱地按着电梯，在等电梯的同时我报了警。我试图说清楚现在的情况，可我实在是太害怕了，只能含糊其辞地嚷嚷着有死人。在警员耐心的询问之下，我还是吞吞吐吐地讲述了现在遭遇的状况。警员承诺会尽快过来看看。挂了电话，我心里涌起了一丝不安，因为我意识到我肯定卷进了一场不小的麻烦中。如果死在楼梯间里的那具尸体是真正的业主，那等于我替贼人开了门。即便今天我能逃过一劫，之后肯定会被牵扯进这场凶杀案中的。可如此阴森恐怖的地方，我是一刻也待不下去了。但令我没想到的是，这2部老旧的电梯居然迟迟没有上来。最关键的是，电梯的指示灯都在13层，而且电梯好像根本就没有要上来的意思。我依稀听到电梯发出了嘎吱嘎吱的声音，好像有什么东西在13楼挡住了电梯。一阵莫名的恐慌感袭上我的心头，是不是有人藏在了13楼？而他不想我坐电梯离开，难道对方要逼着我走楼梯？可走楼梯的话，是不是直接就会跟藏在暗处的凶手撞个正着？就在我不知道如何是好的时候，突然身侧传来了一声响动，我扭过头看了过去，是1404号房门被缓缓地推开了，门只开了一条缝便停下了。身后的房门被缓缓推开了一条缝，我试探地走了过去，透过门缝往里看，却没看到之前的女人。突然，一条满是鲜血的手臂从门缝底部伸了出来，还在微微地颤动着。我吓得后退了一步，浑身止不住的颤抖。只见门缝缓缓撑大，紧接着我便看到那个女人的头贴着地面，慢慢从门缝里探了出来。女人的半边脸贴在地上，头发盖住了半只眼睛，她口吐鲜血，身子突然颤抖了2下就不动了。我努力克制着自己不要尖叫出来，身体像被钉住了一样，动也不敢动。她死了，居然在屋子里遇害了。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门砰的一声被人大力的撞开，一道人影从屋内跳了出来。这一刻，我彻底绷不住了，一头冲进了楼梯间。我已经顾不上楼间被吊起来的尸体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，赶紧离开这里。路过13楼的时候，我也顾不上电梯到底是什么情况，因为身后的脚步声正在逐渐逼近。我沿着楼梯一口气跑到底，沿途的声控灯都应声亮起。我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了，如果真的有人突然出现，不管是谁，我都会一脚踹上去。我仅用了1分钟便跑到了楼下，幸运的是，我刚走出楼道就遇到了警察。虽然我狼狈不堪，可我终究是活了下来。我大口大口喘着气，终于安全了。但接下来，我知道我的麻烦也会接踵而至。作为案件目击证人的我，被警员带进了询问室，在询问室待了一阵子。面对警察的询问，我刻意规避了自己开锁的细节。然而，当警察拿出了锁芯和半根牙签时，我知道我再也逃避不了了。我微低下头，说出了自己为了做生意而使用的卑劣手段。我承认，门锁的事是我做了手脚，可人不是我杀的。但是你的行为比杀人的人还可恨。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。哎呀，师傅，大概需要多久能把门打开？差不多10来分钟吧。能快一点吗？哎，您这锁很不好开。我的女儿，开门！快开门！就是你女儿把我孩子害死的，你害了我女儿，是你害了她。警察，你们快把她带走吧！就是这个人老来骚扰我们母女。你害了我女儿，是你害了她。喂，是开锁师傅吗？我家的房门打不开了。喂，物业吗？帮我找个开锁师傅，我家门又坏了。刚刚是您给我打的电话吧？您这个应该是锁芯老化所致，需要更换锁芯。吊死在楼道里的人
就是当时参与霸凌的主犯，也就是1404业主的女儿。真没想到，就因为我那看似微小的坏心眼，却毁掉了一个父亲的一生，也差点让自己丢了命。如果许久未见的朋友突然联系你，你会害怕吗？在吗？坐在沙发上玩手机的我，突然收到了一条消息，我皱了皱眉，这不是珊珊吗？想着毕业以后也快5年没联系了，突然间找我，这是出来喝点吗？想你了。也许是看到我没回复，他又发来2条消息，喝点。珊珊她心情不好吗？想着我俩上学时关系一直还不错，又看了眼地方离我这里不是很远，于是我欣然答应了他。我顺着导航走了过去，明明是我每天都会路过的街道，今天却格外的让人陌生。到了地方后，眼前的景象让我十分意外，因为我竟然走到了一处拆迁大楼门口，阴森的大楼散发着破败的气息，隐隐让我有些不适。这是什么地方？我嘴里嘟囔着，于是我立刻给珊珊发了消息，我到了，你在哪儿？等了好一会儿，她也没有给我回复，周围没有一个人路过，我顿时有些害怕。一阵风吹过，我吓得整个人都紧绷了起来，抱紧自己的手臂，有点不敢在这里等下去了。我赶忙给珊珊打去了电话。突然，一阵手机铃声悠悠的响起，在这寂静的夜里显得极为刺耳。我吓了一跳，愣愣地站在原地，耳听着声音越来越清晰，却迟迟没有人接听。不对，冷汗瞬间从我的额头滴落，这铃声竟然是从我身后漆黑的大楼里传出来的。我吓得根本不敢回头，立马夺命般跑了起来。回到家的时候，我的心还依旧砰砰直跳。再看了眼手机，珊珊再没有给我回复任何消息。直到第2天，闺蜜来我家玩，想到她和珊珊是一直有联系的，我便把昨晚这件事跟她讲了一遍。啊，她不是在家带孩子吗？怎么有时间这么晚出来找你啊？你等等。闺蜜直接给珊珊打去了电话。没过一会儿，我看见闺蜜脸色肉眼可见的发白，随后她按下了扩音键。啊，我没联系他呀，我手机啊前几天被偷了，才补的卡。那昨晚找我的是？